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烂熟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OK，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我去定做了一个，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做室内设计师，所以我们很常帮业主订灯箱啊、招牌啊，有时候甚至业主我们都会很热心的免费送他 logo 的设计，甚至是排版。You know， 复兴美工毕业的就是那么的万能，多好用的劳动力啊！有的时候想一想，蛮屌的。OK，Anyway， 反正我想说，频道成立至今，我们来做一个这个 on air， 有点像 podcast， 但是我们是 4K 高画质的 podcast。OK， 那所以我做的这个 on air， 那我觉得还蛮酷的。喜欢的话给个赞吧。OK， 影片正式开始之前的照惯例，拜托大家就是动动小手，帮我们按个赞、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对频道来讲，它的健康度维持能够不断在演算法上面往前跑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频道已经开启了收益模式啦，所以如果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荧幕上有广告跳出来，不是广告跳到荧幕上面来，荧幕跳出来，广告跳到影片之中播到一半，如果有广告跳出来的话，麻烦就帮吉米多看个10秒钟，不要直接按跳过。那这个无心的小举动，可以给小编跟吉米很大的鼓励跟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吉米在这边跟你们下跪。OK， 感恩。OK，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OK， 这个手机是我在监看我的那个电影机的 monitor， 所以我才会知道我有没有对焦对到。OK， 今天我们要大家讨论的呢，是我一个我玩表10几年我都还没有买过的一个手表，叫 Zenith，真力时。很多人他会觉得这个品牌在瑞士表中有点不上不下，但是它又非常的有历史。但是其实真的你去细看它的384、385、386、A384、A385、A386 这一些系列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原来真力时的这些经典款是这么样的迷人。它的高振频 Alpamero 的机芯，哇，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决定今天就来针对2025年它最新推出的一款我看一下这个英文叫 Chronomaster Original Triple Calendar Lapis Lazuli， 有够夸张的吧？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这些欧洲人是天生是 MC Hot Dog 还是 whatever 饶舌歌手啊。这些名字有够难念的。OK， 它是青金石的一个表盘。那这只表，我觉得它是艺术兼具技术的一个代表作。那不只承袭了品牌最经典的1969年的那个时候的 A386 的经典的 Alpamero 的血统，还在160周年的纪念气氛下，勇敢的加入极具话题性的天然石材的表盘。那青金石当然不是什么多贵的石头啦，就是青金石就不是很高档的石头，但是它做在钟表界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能够把复杂的3力加上计时功能完美的整合进去，那 Zenith 的做工真的我觉得就是很细致，很值得敬佩。而且这只表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真力时它本来对于蓝色就有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态度，不管是 Chronomaster Sport 到前阵子那个一体式表链的 Defy， 那再到 GFJ 的青金石表盘的特别版，再到这一次的3力青金石盘， Zenith 把周年纪念直接变成了一个全蓝的庆典。所以今天的影片呢，吉米会带大家从这一只表的设计历史渊源、机芯以及结构，当然还有谁适合佩戴，最后我会做一个总结的一个感想。我来分析这一枚 Zenith Chronomaster Original Triple Calendar Lapis Lazuli 值不值得收藏。 Oh my gosh, it's really hard to read. Anyway， 这一只表的背景可以追溯到 Zenith 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1969年当年推出了这个 A386 的 Alpamero 机芯诞生。那一年 Alpamero 成为全世界的第一枚的自动计时机芯。
那以高达5 Hz 36000振频，实现了精准到1/10秒的计时能力。当时的 Zenith 其实就已经构想过要在这枚机芯上加入完整的3粒月相模组，并且做了大概25枚的 prototype 原型表。可惜它最终是没有办法进入到量产阶段，所以它就断掉了。OK， 直到2024年 Zenith 才正式把这个1970年代未完成的梦付诸了实现，推出了 Chronomaster Original Tribal Calendar。那当然它不是青金石的版本，是不锈钢壳，然后最经典的38的表壳，并且保留了 A386 的经典比例跟设计语言，结合了3粒。我们所谓的3粒指的就是月、日、星期还有月相。月相就是那个非常有艺术感的太阳跟月亮星星的那个转盘，复盘里面再有一个复盘。OK， 紧接着来到今年2025年呢，真力时就先推出了玫瑰金的版本，更加的正装典雅。我觉得算是正装表里面的运动款，我觉得很适合大概40岁有一点能力，我觉得买那个表非常非常的棒。那紧接着这只表发没过多久呢，又接着发表了今天的这个青金石的版本，并且将 Zenith 他们家最喜欢用的蓝色发挥到淋漓尽致。青金石是一种自古以来代表着高贵跟神秘的石头，深蓝色的底蕴之中带着一点点金色的黄铁矿的结晶体，就很像是宇宙里面的那一些夜空繁星。Zenith 非常巧妙的把这种天然的素材用到了3粒计时码表上面，让人觉得它不光只是一枚工具表，更像是一个艺术品。在整个设计的语言上面，这只表维持了 Chronomaster Original 的经典结构。首先 38mm 的表径， 46mm 的表耳到表耳，厚度是 14mm， 然后暗把拱形的蓝宝石镜面，充满了对1969年 A386 复古的致敬味道。OK， 那银色的瓜牛纹的副盘以及蓝色的主盘，就让这只表出现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OK， 它是银白色的，那外圈有一圈计时刻度也是银白色的，所以它是蓝白蓝白这样子在跳，所以非常的有节奏感，整个设计的语言。那外圈这个刚刚我讲的就是1/10秒的刻度，象征 Alpomero 高振频的一个纯正的血统。其实 Zenith 在过去的确他们也有尝试过其他石材的盘面，陨石啊，或者是其他的石头，但是这一次的 Chronomaster Original 是首度出现完整的石材盘，它让3粒以及计时的功能的设计在艺术美感跟技术精密之间达到一个很完整的平衡的结合。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不容易。就是 Zenith 它不是在瑞士的品牌里面，它算是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应该算第二梯队。我们讲第一梯队可能是 PP 或者是特等表可能是 Richard Mille 或者是 OK，anyway， 它算是跟劳力士同级的一个等级的品牌。OK， 那这一款 Chronomaster Original Tribal Calendar Lapis Lazuli， 它的核心 Alpomero 的 caliber 是3610，那这一枚机芯是专门为这一个系列做调整的一个版本，它维持一贯的高振频基因，那有60小时的动力储存，自动上链导柱轮设计，横向离合的结构。那在功能的方面，它有完整的日期在4点半的位置，然后以及10点钟的星期跟月份在2点钟的位置，然后在6点钟的地方呢，有一个60分钟的计时盘，盘挖的一个镂空，里面再放上的这个月相的显示。那中央计时，那每10秒它就转一圈，所以它的精准度可以到1/10秒。你可以看我刚刚光念这些功能就花了30秒，这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极少见的一个组合。一般来说石材盘面多用在简单的3针或者是日期有时间带日期的款式，但真力时它这一次把这种素材整合进了高振频加上3粒的复杂计时功能中，这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石材这个东西本身就很脆弱，你要做到手表里面，你去想它要把它
是切薄，还是把它用水刀抛薄，还是用磨的把它磨到薄，而且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它的良率又有多少？很有可能因为食材本身挑选的不够精准，有裂痕，有天然裂，有内裂，你没有发现，它已经做到7、8成了，结果一个应力不对，它就破碎。所以你必须要同时保持它有足够的厚度，我认为这比一般的标准钢款还要麻烦，所以它的厚度也比一般钢款的盘面要再高厚一点，它是来到 1.5mm。你在小表盘跟日期窗的边缘就可以看到它的食材是有一个厚度存在的。那透背的设计当然就是我们最经典的要看 Zenith 的这个 Alpamero 的这个结构，那尤其是带有 Zenith 的这个五角星的镂空自动盘的这个摆轮，以及蓝色导柱轮的细节。那虽然整体的走势整体的修饰走的是这个工业的技术感，不是什么所谓的顶级的手工打磨，但是我觉得真的是 Alpamero 的机芯一直以来它的整个机芯展示的都是让人赏心悦目的，所以我一直都还蛮喜欢384、385、386这一个系列。OK， 那这个表今天这个青金石这个系列，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收藏家。当然，它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稀缺性跟它的唯一性。OK， 那每一片青金石盘它都是天然切割，所以它不会有一只表是相同的。那良率就如同我刚刚讲的，良率又不高。那对于追求收藏价值的人来讲，它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棒100分的选择。那其次是它很适合把玩，它把69年的味道与现代做了一个结合，它不像传统的386的那样的比例，但是它完全致敬了386的一个布局，然后搭载了高正品的 Alpamero 的机芯，然后也不会用超大的表壳那样的张扬，反而多了低调、内敛、高级。再来就是喜欢功能丰富的使用者，因为它毕竟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就是这个叫什么艺术石面的这个表盘，它是一枚有计时，还可以看日月相，还能够显示日历、月历还有日期的计时码表。不过要注意的事情是，因为是完整的日历而非年历或万年历，所以它每年必须要在2、4、6、9、11月进行手动的自我调校。那对某些人来讲，它会是一个小小的麻烦。但是我想今天会去做这个选择或把它列入清单的腕表的人，这反而是跟机械的一种互动的美感跟乐趣。OK， 那它也适合能接受高昂的价格的玩家。那它的售价是$22,700，比标准的钢款多了将近$9,000。那对于某些玩家来说，虽然说只是换了一个青金石，觉得他们会觉得很难去合理化这样的溢价，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说，青金石盘它的视觉效果跟收藏性是真正无价的一个体验，它绝对不是$9,000可以去衡量的。总结来说 ，Zenith Chronograph Original Tribal Calendar Lapis Lazuli 是一枚跨界的计时码表，它不光是工具表，也不光是艺术品，而是两者的融合。它的背后有1970年代那个没有完成的 prototype 的历史，有 Alpamero 的高正时的这个技术，而有青金石天然材质所带来的独特艺术感。我觉得青金石的面盘它就像是美的像是星空一样。那比标准版它的缺点就是贵了大概40%还50%吧，那厚度也稍微再厚一点点。那当然侧面看它是的确会分量感比较强。那我会觉得如果买这只表的话，选皮带更能凸显它的那个气质。那最后讲到这边，大家大概已经了解就是这只表它的特殊性以及它为什么会那么贵，对吧？但是它一样保持了它最经典舒适佩戴的38mm 的比例，那有同时附赠皮带跟钢带，你可以快速自己灵活的去切换它。OK， 那最后吉米还是提醒大家，不管什么样的手表，总归一句话，他们都不能够留住时间，他们也不能帮你买下时间，但是可以让我们都确定的事情是，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我希望大家在玩表的过程之中，不光是享受机械的美，
动态的艺术，更是能因为这样子去珍惜我们身边的人事物。我们大家都知道草间弥生很伟大，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透过草间弥生的眼睛去看到这个世界。而他为了让大家去看到他的世界，他把他的世界放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也就是艺术价值能够体现在我们生活之中，让我们人生充满更多色彩的一个原因。所以对于时间，我们永远都保持着正面的态度、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希望这支影片可以让大家对于 Zenith Chronomaster Original Tribal Calendar Lapis Lazuli 你们可以更了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你们的支持就是吉米跟小编继续做影片的最大动力。我是烂手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支影片再见。